Hello，大家好，很高兴又见面了。在今天的 Podcast 中呢，我想跟大家聊一聊讨好型人格。那讨好型人格呢，指的就是那些人过度在意别人对自己的看法，总是希望呢能够让别人感到满意，害怕冲突，不敢表达自己的想法和自己的需求。他们经常说没关系，我都可以，即使心里非常的不愿意，但是呢，总是答应别人，为的呢，只是不想让别人觉得不高兴。这看起来好像很好相处的一个人，但是常常呢委屈自己。这听起来是不是有点像你自己，或者像你认识的某一个人呢？你可以到我的 Patreon 上去下载今天 Podcast 的文本和词汇列表。那在我的 Patreon 上呢，我也为大家准备了其他的中级水平的听力材料和阅读材料，欢迎光临。那在今天视频的最后呢，我还是会跟大家一起来回顾一下在今天的视频当中出现的一些有用词汇。那就让我们开始吧。你们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人？别人让他帮个忙，他虽然很不情愿，但还是笑着说没问题。明明心里不舒服，却还是说没事啦。生气了也不敢表现出来，反而急着哄别人开心。这种人看起来特别好相处，特别懂事，但其实心里可能早就累坏了。这种行为其实有一个名字，叫讨好型人格。讨好别人本身当然不是坏事，我们都希望和别人相处得愉快，希望别人喜欢我们。但讨好型人格是一种过度在意别人感受，忽略自己需求的行为模式。简单来说，就是太怕别人不开心，太怕别人不喜欢你，所以总是在说好，哪怕心里不是这样想的。你可能会问，那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呢？其实很多讨好型人格的人，从小就被教育要听话，要乖，别惹事。有些人小时候只要一顶嘴，爸妈就生气，一生气就不理他。于是他慢慢学会了，只要顺从，就能避免冲突，得到爱和安全感。还有的人是因为成长环境太紧张，一旦表达自己的想法，就会被批评，所以干脆就不说了。久而久之，他们变得很会看别人脸色，把让别人满意当作人生最重要的事。讨好型人格的表现有很多，比如总是说都可以，不敢拒绝别人，习惯性的把别人的需求放在自己前面。有时候明明已经忙不过来了，还是答应帮别人；明明很累，还是出去陪朋友聊天。甚至在别人对自己不礼貌的时候，也会笑笑说没关系。这些行为看起来像是好人，但其实是把自己压得很低，只为了换来一点别人的认可。
我有个朋友就是这样，有一次我们约好周末一起去吃饭，结果他早上临时被叫去加班，累了一整天。我跟他说要不要改天，他说没事啊，还是可以的。但一整晚他都很安静，连饭都没怎么吃。后来他才跟我说，其实他特别想回家躺着，但又怕我失望。听完我真的挺心疼的，也有点自责。我告诉他，他是可以拒绝我的，我也不会不高兴。很多讨好型人格的人其实并不快乐，他们的压力很大，因为一直在压抑自己的真实情绪。他们不敢说不，也不敢表达自己的不满，怕惹别人不高兴。长时间这样下去，很容易出现焦虑、压抑，甚至突然爆发的情况。有时候他们会想，我这么努力讨好大家，为什么大家还对我不够好？但其实别人早就习惯了他们什么都答应，反而不珍惜了。那怎么办呢？我们是不是就不去管别人了？当然不是。真正健康的关系是相互尊重、相互体谅，而不是一个人一直迁就，另一个人一直享受。所以，我们需要练习说出自己的感受，哪怕只是说一句“我现在有点累，能不能改天再聊”。一开始可能会不太习惯，甚至觉得自己不够好，但慢慢的你会发现，别人不会因为你说了一次不，就不喜欢你。真正关心你的人会更尊重你的边界。试着多问自己，我想要什么，而不是只问别人会不会不高兴。你可以关心别人，但也要照顾好自己。偶尔说不，其实是一种成熟，保护自己不是自私，而是成长。最后，我想说，如果你发现自己有一点讨好型人格，不要责怪自己，这不是你的错，而是你过去生活环境的一种自然反应。但现在你已经有能力慢慢做出新的选择了。你可以练习表达，练习拒绝，练习爱自己。这些都不容易，但每一步都会让你更自由、更轻松。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啦。如果你也曾是一个总是说好的人，欢迎留言告诉我你的故事。我们下次见。下面让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在今天的视频当中出现的一些有用词汇。委屈，意思是受到不公平的对待，心里难过，但又无法完全表达或反抗。他明明没有迟到，却被老师批评，心里很委屈。他忍着委屈，什么也没说。哄，用好听的话或者温柔的态度，让别人高兴，安静下来，特别是在对方生气、哭闹、不开心的时候。他生气了，我正在想办法哄他。
你不要总是哄我说你最漂亮，我才不信。讨好，为了让别人高兴、喜欢你，而故意做一些让对方满意的事情，有时会带有不太真诚或过度迎合的意思。他总是讨好老板，希望能升职。不用讨好别人，做你自己就好。惹事，引起麻烦，制造问题，让事情变得复杂，或让别人不高兴。他总是调皮捣蛋，爱惹事。他不喜欢惹事，总是选择忍让。干脆，第一个意思，爽快、果断、不拖拉，形容人说话做事很直接。他说话很干脆，从不拐弯抹角。第二个意思，副词，用在语气上，表示一种既然这样，那我就的语气，常带有算了，不如这样更简单的感觉。等这么久还没来，干脆别等了，走吧。想了半天也没结果，我干脆不想了。久而久之，时间久了以后，慢慢的就会发生某种变化或结果。刚开始不习惯早起，久而久之就变成了习惯。如果你总是压抑自己的情绪，久而久之可能会影响心理健康。自责，自己责备自己。这件事不是你的错，不要太自责了。妈妈总是为了不能陪孩子而感到自责。迁就，为了避免冲突或让对方开心而勉强接受对方的要求或习惯，即使自己不愿意。他总是迁就别人，从来不为自己争取。有时候适当的迁就是为了关系更和谐。好了，这就是今天视频的所有内容了。如果你喜欢今天的topic， 请记得留言告诉我，也把它分享给其他需要练习中文听力的朋友。非常感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